這是瑞芳後火車站，車站走出來就是瑞芳老街。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現在在瑞芳火車站。我今天在基隆徒步旅行，從基隆火車站走到八斗子，然後在海科館搭火車來到瑞芳車站。本來想直接轉火車回台北，不過後來想一想，瑞芳老街我很久沒來了，那就順便逛一逛，再回台北。這是瑞芳神社殘存的石燈籠。瑞芳神社創建於昭和11年，原址是在現在的瑞芳高工。前面這棟建築瑞芳區民眾服務社，現在作為瑞芳旅遊客廳。今天周末應該有活動，今天上面有活動，所以我可能不方便停留太久。這是平燈像的裝飾嗎？对对对，宾來體驗，或者是我們分享這樣的經費來辦推廣瑞芳的文化跟觀光。今天下午這裡有活動，所以我就不久留了，繼續逛老街，來逛逛這邊的巷子。新春芳書院。這條是老街的平燈巷之一。這條巷子是瑞芳老街小巷散步路線。在這裡銜接昔日的輕便鐵道。這邊通往瑞芳火車站的方向，我繼續走輕便鐵道。昔日的輕便鐵道已經消失，這是後來鋪設的步道。步道到這裡，從這裡通往逢甲路。前面是著名的一方商行。這是瑞山礦業創辦人李建興事業發達之後，來到瑞芳建立新的據點，以擴張事業版圖。一方商行旁邊有2棟老房子。哇，這裡已經成為廢墟了。最早期是日本時代的派出所遺址。对面这间老房子也非常的老舊。这是老街有名的廖建芳古厝，也是長期疏於維護。這裡是輕便鐵道另一端的入口。我就完整的把它走完，回到剛剛的岔路口了。那我就從這邊循小巷原路走回瑞芳火車站。回到剛剛的巷子了。從這邊走往瑞芳街，我繞了一圈回到瑞芳旅遊客廳了。那邊是瑞芳街，這裡面也是有一些平燈藝術。這條巷子也是平燈巷之一。巷子都可以通。平燈巷，这条巷子稱為不見天巷。
旁邊是旭出圖書室，原本是荒廢的老宅，經過整理之後，成為社區圖書室，也有一些文創商品。這是瑞芳老街獨特的屏燈工藝品。這是瑞芳旅社，歇業已久。這是瑞芳後火車站的停車場，早期曾經有鐵路局的日式宿舍，可惜後來拆除作為停車場。瑞芳高宮為日本時代瑞芳神社的原址。這是好漢坡彩繪。早期的瑞芳高宮校門在這裡，這裡有屏燈裝置藝術。這是神社鳥居的意象。這裡有石燈籠的殘基。這是最近幾年才新設置的，早期來沒有。昭和14年6月30日建立。不過我認為這應該是復刻品，因為字不可能是橫寫，而且由左至右。這裡有模糊的刻字。這才是原石燈籠的殘基。這座公園是龍安公園，龍平安。這裡有創作理念的簡介。礦工每一次回家都是一種平安的祝福。過去礦工們下班後，常與三五好友相聚而借酒消愁，抒發生活與工作壓力。因此有非常多的酒瓶。瑞芳老街文化推廣協會即運用酒瓶與燈，創作出屏燈。屏燈象徵平安的意涵，用屏燈點亮瑞芳老街與小巷，也為早出晚歸的居民留一盞溫暖的祝福。這裡有瑞芳高宮歷史的足跡，創建於1934年，著名的八田羽一工程師是創辦人之一。這裡設有祈福亭，我現在繼續走往龍巖宮。瑞芳神社的一對擘犬，現在擺在龍巖宮的門口。現在看到的這片建築都是瑞芳高宮的校園，所以我也不確定當年瑞芳神社的原址是在哪個位置。在這裡過平交道，走往前站。一坑路，明燈路交界處，這間廟就是龍巖宮。擘犬就在廟門口。這是原瑞芳神社擘犬。在廟門口，一半淋雨，一半有廟檐遮擋。
這是另一尊薄犬，也是一樣，半邊靈玉，半邊沒靈玉。瑞芳車站，我回到瑞芳火車站了。今天就簡短逛逛瑞芳老街。瑞芳老街我當然來過很多次了，不過每一次來都會有新的發現。那我今天的瑞芳老街之旅就到這邊結束，謝謝收看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資訊欄裡面有本次旅行路線的 Google 地圖網址連結，歡迎您點選網址，打開地圖作為旅行的參考。